妙法莲华经被誉为经中之王，乃佛教典籍至尊，然其标题短短4字，却蕴含无尽玄机。古籍记载，唐代高僧玄奘曾在灵山寺闭关3年，只为参透妙法莲华4字真谛。隋文帝更是亲笔题写此4字，供奉于皇宫之中。这4字究竟隐藏何等天机，竟让帝王高僧为之倾心。唐朝贞观年间，长安城外的青莲寺内，一位名叫慧明的年轻僧人正专心抄写《妙法莲华经》，这是他出家的第3年，师父教给他的修行功课。慧明出身世家，本是朝中大官之子，却因幼时一场大病险些丧命，父母许愿让他出家修行，以求平安。慧明天资聪颖，过目不忘，出家后很快精通各种经典，却唯独对《法华经》产生了深深的疑惑。师父，为何此经取名妙法莲华？这4个字有何特殊含义？慧明放下手中的毛笔，向一旁监督他抄经的师父问道。师父白眉禅师微微一笑，此乃妙不可言之法，待你抄完全经，自会有所领悟。慧明不解其意，但仍恭敬地继续抄写。数月后，一部完整的《妙法莲华经》在他手下完成，字迹工整，宛如印刷。然而，对于经名的疑惑却丝毫未减。这一日，青莲寺来了一位远道而来的高僧，据说是西域归来的大德，通晓梵文，精通佛法。慧明听闻此事，心中一动，决定向这位高僧请教。高僧名叫法藏，乃是当时有名的易经大师。慧明向法藏禅师恭敬顶礼，道出了自己的疑惑。慧明问道，为何佛陀要以莲花来形容这部经典？法藏禅师沉吟片刻，莲花有其特殊性质，生于淤泥而不染，花果同时，象征着佛法的清净无染和因果同时。然而，这只是表面的解释，妙法莲华4字的真正奥秘，非一朝一夕所能参透。法藏禅师的解答虽有道理，却仍不能完全解除慧明心中的疑惑。他决心更加刻苦地研读经典，希望能自行悟得其中真谛。数年后，慧明已成为寺中颇有名望的经师，精通多部经典。一日，他随师父白眉禅师前往长安城内的大慈恩寺参加法会，恰逢玄奘大师讲法。玄奘大师谈及《法华经》时说道，妙法莲华经乃诸经之王，究竟了义，其名虽简，意蕴深远，非常人所能轻易了悟。法会散后，慧明鼓起勇气，向玄奘大师请教自己多年的疑惑。玄奘大师听后，目光如电，看向慧明，法华一名，非同小可。我西行求法时，曾在天竺那烂陀寺听闻一位大德讲解妙法莲华4字奥义，令我茅塞顿开。慧明双眼放光，赶请大师指点。玄奘大师笑而不答，此非3言2语可述，若要真正了解，需深入经藏，勤修实践。不过，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参透这4字奥秘的方法。慧明急忙拜倒，请大师慈悲开示。玄奘大师道，西域有一古老冥想法，名为莲华观。每日清晨，面向东方，观想一朵莲花从心中升起，慢慢绽放，坚持749日，或有契机。慧明谨记玄奘大师的教诲，回到青莲寺后，便开始每日修习莲华观。起初毫无感觉，但他并不气馁，日复一日坚持不辍。47日后的一个清晨，当慧明正在观想莲花绽放时，忽然感到一股暖流从脊背升起，直达头顶。刹那间，他的心如明镜，浑身轻松，仿佛有所领悟，却又说不明白。这种奇妙的体验只持续了短短几息时间，便消失无踪。慧明虽感神奇，却仍未参透妙法莲华的核心奥秘，只是隐约觉得自己似乎靠近了一些。又过了3年，慧明已是青莲寺的主要讲经师之一。这一日，寺里来了一位年迈的云游僧人，衣衫褴褛，却目光炯炯，神采奕奕。这位老僧参加了慧明的讲经，
听后微微点头，却不发一言。讲经结束，众僧散去，老僧独自留下，向慧明走来。小师父讲得很好，但对《法华经》的理解仍有不足。老僧直言不讳。慧明不以为忤，反而何时恭敬道：晚辈正有疑惑，不知这妙法莲华四字的真正含义是什么，还请老和尚指点。老僧闻言，眼中闪过一丝惊讶：你出家多年，竟还在纠结这个问题？慧明惭愧地低下头，正是，此疑多年未解，困扰甚深。老僧沉思片刻，问道：你可曾见过莲花从淤泥中生出，绽放于水面的全过程？慧明摇头，寺中虽有莲池，但我只见花开花谢，未曾注意其生长过程。老僧微笑道：今年夏天，你且去莲池边，每日观察莲花的生长，从淤泥中的嫩芽到水下的茎叶，再到水面上的花苞绽放，全程记录下来，或许能得到一些启示。慧明依言而行，夏日里每天都去莲池边观察记录。一开始他只是机械地完成任务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他开始被莲花的生长过程深深吸引。他观察到，莲花的根扎在淤泥中，经穿过浑浊的水，而花却绽放在水面上，纯净无染。更奇妙的是，莲花开放时，花中已含莲蓬，果中孕育着种子，一体呈现，不可思议。这一发现让慧明若有所思，他忽然想到《法华经》中的许多内容，似乎与这莲花的生长过程有着微妙的呼应。秋天到来，莲花凋谢，莲蓬成熟。慧明取出莲子，剥开外壳，看到里面嫩绿的胚芽，忽然想到一个问题：莲子中已经包含了未来莲花的全部信息，就像众生心中本具的佛性。这个念头如闪电般划过慧明的脑海，他全身一震，仿佛触碰到了什么重要的线索。然而完整的理解似乎还差最后一步。转眼又是10年，慧明已成为青莲寺的住持，威望甚高。他对《法华经》的理解也更加深入，但对妙法莲华四字的究竟奥义依然未能完全参透。这一年，长安城来了一位从印度直接来华的高僧，名叫菩提达摩，据说是佛陀正法掩藏的第28代传人。慧明闻讯，亲自前往迎接，并设大法会，请这位高僧讲法。法会上，菩提达摩谈及《法华经》时说，此经称为妙法莲华，非同小可。佛陀在灵山会上拈花微笑，迦叶领悟，正是此经之精髓所在。法会结束后，慧明向菩提达摩请教自己多年的疑惑。菩提达摩静静地看着慧明，忽然问道：你为何要理解这4个字的含义？慧明一愣，随即答道：为了更好地理解佛法，修行解脱。菩提达摩摇摇头：你执着于文字名相，反而背离了佛法的本意。妙法莲华4字的真正奥义不在文字中，而在你的日常修行中。慧明若有所思，却仍不甚明了。见慧明仍有疑惑，菩提达摩又道：既然你如此执着，不妨去灵山寺闭关3年，专修禅定，或许能在寂静中得到答案。慧明遵从菩提达摩的建议，向寺中交代后事，前往灵山寺闭关。3年中，他经历了无数次的妄念纷飞和内心挣扎，也体验了许多次短暂的清明与宁静。闭关即将结束的前夜，慧明做了一个梦，梦中他看见一片浩瀚的莲花海，每朵莲花上都坐着一尊佛。更奇妙的是，每朵莲花似乎都从他的心中生出，又回归于他的心中。醒来后，慧明心中豁然开朗，多年的疑惑似乎有了答案。他迫不及待地想要与人分享自己的领悟。恰好这一日，灵山寺来了一位年轻的求法者，与当年的慧明一样，对妙法莲华4字充满疑惑。老方丈双手合十，眼中闪烁智慧光芒。法华经之所以称妙法莲华，并非寻常所解，这4字背后藏有佛陀对宇宙人生的最高智慧。他声音低沉而坚定：
世人只知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表象意义，却不知妙法莲华四字实则是一把开启生命终极奥秘的钥匙。老和尚深吸一口气，眼神穿透时空。佛陀当年在灵山会上拈花微笑时，已将这四字真意暗藏其中。今日我便为你揭示这千古之谜，妙法莲华四字乃是一体两面的终极智慧。老方丈慧明缓缓道来，声音虽轻，却字字千钧。年轻求法者聚精会神，生怕遗漏一字一句。所谓妙法，不仅仅是指佛陀所传的教法，而是指宇宙万物运行的根本法则，是超越语言文字的终极真理。这真理不可言说，却又无所不在，故称之为妙。慧明解释道，而莲华则是佛陀精心选择的一个象征，他揭示了这妙法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展现。慧明顿了顿，继续道，莲花有四大特性，对应着妙法的四重境界。第一重，莲花根植淤泥，却不被污染，这象征着真正的修行者处于世间，却不为世间所染，烦恼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。年轻人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第二重，莲花花果同时，当莲花绽放时，莲蓬已在其中形成，这象征着因果同时。修行与解脱不是先后之事，而是同时呈现，当下即是，不假外求。第三重，莲子中已含未来莲花的全部信息，这象征着众生本具佛性，人人皆可成佛。佛不在远方，就在自心之中。年轻人眼中闪烁着理解的光芒，但似乎还有些疑惑。第四重，也是最深奥的一重，莲花自开自谢，周而复始，生生不息，这象征着法界缘起，万法皆空却又不空，生灭变化中有意不变的本体，这便是妙法的最高境界。老方丈慧明看着年轻人恍然大悟的表情，微微一笑。然而这些解释仍不过是文字游戏，真正的妙法莲华需要通过修行体悟。方丈，那您当年是如何最终领悟这四字真谛的？年轻人按捺不住好奇，追问道。慧明闭上眼睛，回忆道，我在灵山寺闭关第3年的最后一夜，梦见莲花从心中生出，又回归于心。醒来后，我忽然明白一个道理，所谓妙法莲华，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自心。自心如莲，本自清净；自心如法，遍含万象。佛陀以妙法莲华为精明，正是告诉我们，不必向外寻求，真理就在自心之中。这才是法华经的核心奥秘。年轻人听得入神，却又有些困惑。可是方丈，如果真理在自心，为何还需要经典教导？慧明笑道，好问题，这正是妙法莲华的另一层奥义。经典如指月之指，帮助我们找到月亮，一旦见月，则不必执着于指。佛陀说法49年，最后却说我未曾说一字，正是这个道理。妙法莲华四字之所以伟大，正在于它既是一部经典的名称，又是修行的方法，更是终极的境界，三位一体，浑然天成。年轻人似有所悟，又问道，那么方丈，我该如何实践这妙法莲华的教导？慧明慈祥地看着他，首先理解妙法的不可思议性，放下对文字名相的执着；其次学习莲花的4大特性，在日常生活中实践；最后回归自心，寻找那本自具足的佛性。具体而言，可以尝试3种修行方法：一是修习莲华观，观想莲花从心中升起，体悟自心清净；二是深入研读法华经，尤其是方便品和如来寿量品，理解佛陀的究竟意趣；三是在日常生活中学习莲花处染不染的精神，保持觉知与清明。慧明接着告诉年轻人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，当年佛陀在灵山会上拈花微笑时，据说莲花上有一滴露珠反射阳光，呈现出七彩光芒。迦叶见此，忽然领悟，世间万法如露珠中的光影，看似实有，实则空幻，而这空幻之中，
却又显现出七彩绚烂的世界。这就是妙法莲华的真意，空而不空，有而不有，中道实相。年轻人听得如痴如醉，忽然问道：方丈，为何佛陀不直接解释这妙法莲华四字的含义，而要让后人猜测揣摩？慧明大笑，这恰恰是佛陀的智慧。如果直接告诉你答案，你会珍惜吗？会深入体会吗？正是因为这四字如谜，才引发了千百年来无数修行者的深思与实践，从而真正体悟到佛法的精髓。就像我当年，若不是因为执着于理解这四个字的含义，也不会经历几十年的修行历程，最终开悟见性。佛陀的教法从来都是应定语要，引导我们自己去发现真理，而非直接灌输。年轻人恍然大悟，深深顶礼，弟子受益匪浅，多谢方丈开示。慧明微笑摇头，不必谢我，应当感谢佛陀的智慧。妙法莲华四字看似简单，实则包含了整个佛法的精髓。慧明看着眼前的年轻人，心中感慨万千。多年以前，他也曾是那个迷茫的求法者，心中充满了对《法华经》的疑问和困惑。如今他站在这里，身为青莲寺的住持，带着对佛法的深刻理解，开始引导他人走向觉悟。他明白，这一路的修行不仅是对经典的研读，更是对自心的探索。你现在已初步领悟了妙法莲华的深意，但这仅是开始。慧明看着年轻人，语气温和却充满深意。真正的修行，需要你将这些领悟融入到生活的每一刻，在日常的点滴中体悟莲花的四大特性，才能逐渐明白佛法的精髓。年轻人低头沉思，心中充满感激和心的疑问。他突然想起了慧明曾提到的莲华观，便问道：方丈，莲华观可否在修行的日常中继续实践？慧明点头，目光柔和：当然，莲华观不仅仅是早晨的一次冥想，它是一种生活的方式，是让你时时刻刻保持觉知，去观察自己内心的变化。当你能够在自己的心中见到那朵洁净的莲花时，你便能够超越一切烦恼，进入真实的清净世界。他停顿片刻，继续道：这就是妙法莲华四字的真正奥义。你不再执着于文字的表面，而是要通过修行去体会和领悟它背后的深意。年轻人恍然大悟，他知道这一生自己必将与莲花同行，在心中的莲池中渐渐净化自己的烦恼和欲望。佛法不在远方，而在自己心中的每一个瞬间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慧明的讲经不仅局限于青莲寺，他的名声逐渐传遍了四方，越来越多的修行者前来向他求法。每一次，他都以谦卑的心态向求法者传授自己对《法华经》深刻的理解。渐渐的，青莲寺成了一个佛法的圣地，成为了众多修行者心中的圣殿。有一天，慧明在讲经时提到妙法莲华的四重境界时，突然想到了当年自己在灵山寺闭关时的情景。他回忆起当时的感受，那种心灵的震撼和顿悟的时刻仿佛历历在目。每个人的修行之路都是一段独特的旅程，而妙法莲华四字就像一盏明灯，照亮了他走向智慧的道路。他低声说道：妙法莲华并非仅仅是佛陀传法的名字，更是指引我们走向觉悟的道路。他告诉我们，每个人的内心都如莲花一般清净无染，只要通过修行，我们就能揭示出这朵莲花的真相。当我们见到心中的莲花时，便真正见到了佛陀所传的妙法。话音刚落，青年僧人们纷纷点头，眼中闪烁着明悟的光芒。慧明知道自己已经把佛法的精髓传递给了他们，而他们也将继续这条修行之路。然而慧明深知自己的修行之路远未结束，佛法的海洋浩渺无边，每一个小小的顿悟和体会都是走向真理的一个台阶。虽然他已经悟到了许多，但他明白自己依然是一个修行中的学子，不断的学习、体悟、升华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站起身来，
走向寺庙的莲池，池水清澈，莲花悄然绽放。慧明静静地站在池边，低头凝视那朵盛开的莲花，心中一片明净。突然，他仿佛又听见了佛陀拈花微笑的声音，那微笑中充满了无言的智慧。妙法莲华，心中自见。慧明心中默念，眼中闪过一丝喜悦与宁静。他知道，这一路的修行将永无止境，而他也将如这莲花一般生生不息，清净无染，最终悟得佛法的真谛。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，记得点赞和订阅，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。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。